21年的時候，我賣掉我在永嘉路的房子，搬到西郊，是一個西班牙設計師設計的小區，棕櫚樹、湖水，然後這個花園在上海真是非常難得，280平方米，我跟小貓在一起。我以前真的沒有想過離開上海市中心，但是疫情的時候，我所有的工作幾乎都在那個陽台上完成的，是我每天最給我慰藉的地方。我覺得可以搬離遠一點，我想要一個更大的花園。我剛買下這個房子的時候，其實是蠻黑暗的。謝科老師他做了很大的改動，圍牆全部打開，每個地方都有一個景，也做了一些造型，讓植物透得剛剛好。東邊早上太陽慢慢的上來，灑到這個全屋啊，就一片金色。西邊本來廚房那邊是阿姨房，他把它完全去掉了，那3個窗全部的光可以進到客廳來，它是一條斜線照在我一個凳子上或者瓶子上。12點的時候，你可以看到兩邊的光在交錯的。我喜歡從我沙发上能看到書，所以我就把它打開了。這裡有囊括了我很多的興趣愛好，藝術、建築、植物。20個工一半是重慶來的，聽到我講四川話，他們也很吃驚啊。我們互相講一些非常重慶的土話，也能找到我小時候的感覺。我在西南農大長大，我爸媽然後我的鄰居都是園藝系的老師，房前屋後全都是種的那些植物，陽台上白蘭、梔子、含笑、桂花、山茶，全是重慶人很熟悉的植物。這一棵豬椒是從重慶家裡當年我自己種的，所以我媽分了一個小苗出來給我，我就盡量沒有把它種得非常的規整，讓植物的原生狀態呈現出來。臥室的窗口專門做了一個花園，每天早上這是我醒來的一個動力吧。過去1年，大概我這裡有4個鳥窩，早上的時候我就被它們吵醒，就知道我該起來然後去餵魚了。到這裡來之後，支起了我很多小時候的愛好。其實我很小的時候我是學畫的，我中考了，我媽說不行，要打住了，這個東西肯定是不能當飯吃的。高3要畢業的時候，那我們學校的嘉陵江邊，因為我想以後不可能再坐這個座位上了，就想把那個窗景留下來。當時有幾個西施的美術系的學生在嘉陵江邊在畫那個江景，我就找了其中一個人，他跟我說80塊錢，我說好吧，能不能分期付？他每個月來找我一次，那幅畫現在還在我家。沒想到後面這個就變成我的一個生涯。去年就是搬家的時候，我做過一次整理，收藏的攝影、雕塑、裝置、油畫，林林總總大概400多件作品。整個這個家裡面一個比較暗的角落，拍攝的巴黎的救世軍的那個總部，這個窗正好給他帶來光明。因為他是一個很害羞的一個人，就拍這種人造的場合，但是在沒有人的狀態下面，我覺得很有意思。沈晨07年創作了一個3聯，非常的安靜的，這是我的吧台，一塊枕木吧，他把它削成這樣的。西班牙藝術家Eduardo Ranz Bravo， 他去年過世了。這個房間是算是給他致敬的，他是米羅的學生。工作室是我迄今為止見過的最美的，頂上有一個天窗啊，當時那個星光照進來，我們在下邊喝酒，然後聊他的畫，我覺得這是一個我非常難忘的一個場面。Enrique Asensei 是他的一件鑄鐵的雕塑作品，在巴塞羅那海邊，我看了一件原作很大的，他特意為我做了一個小的。我很早的時候完全沒有錢，周圍的一些朋友，他們有些是藝術家，我們就交換一下吧，或者我請他吃頓飯就可以了。那時候去紐約之後，我拿到第一個工作，當時是在一個畫廊。我一個很開心的一個地方就是能跟藝術家交流，去他們畫室。在紐約就是覺得難以生活下去。我後面在銀行一做11年，我從來沒有忘記過我的初衷。我想回到當時那個雖然很窮，但在畫廊工作但是非常開心的狀態。我是10年的時候，他們把我派到中國來開我們這個分行，就沒想到我開了一個畫廊。這個可能是正兒八經我的用我自己賺的錢買的第一件作品。我覺得這就是我的生活，2個行李箱。我非常喜歡旅行，去看新的東西。有時候我1個星期可以要去大概10個城市，但是我想着1個星期之後我回家，我想着我那棵木瓜樹我就很開心。繁忙鬆弛下來，這2個對我來講都是非常必要的，完全沒有矛盾。讓我鬆弛下來的東西就是家。